镇北王冤案未雪，生命线持续扣减，偏离西京上诉主线，扣减加速。不是吧？别人穿越给系统金手指，我穿越给倒计时催命派，你是砍一刀成精了吗？停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不是，我不就熬夜改了个方案吗？这就给我干到古代团建来了。小姐，你醒醒啊！哭什么？谁死了？我问你们，谁死了？阿离，小姐死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小姐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刚开机你就让我接女一号，这剧组这么草率的吗？若让他们知道小姐死了，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。方才谁哭丧？官爷，小姐身子弱，方才昏过去了。沈昭宁，是我。镇北王独女，倒是命硬。一般，主要是阎王爷那边排号太长，我还没叫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谢官爷关心，我还能走。那是谁？哎呦，官爷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吐了。可能是这几天吃的太好了。流放路上你吃得好。对不起，我嘴瓢，主要是饿出幻觉了。头，天快黑了，前面就是破庙，都给我看紧了，尤其是沈昭宁，他若死在路上，咱们也不好交差。阿离，你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不是丫鬟，你是镇北王独女，已经退不了了。强制绑定是吧？你们古代也搞流氓软件？别人穿越不是公主就是王妃，我穿成鸭酱也就算了，还要兼职死人，资本家看了都得喊我一声优秀员工。小姐生前留下东西，叫我若她出事，便交给能活下去的人。西京告御状，嬷嬷，你觉得我像是能活到大结局的人吗？你必须去。我不去。我一个现代社畜，好不容易不用上班了，你让我跨地图打终极反本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不去，镇北王府的冤屈就永无昭雪之日。我很同情，但我真没这个能力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找专业人士，我顶多算临时工。这什么东西？镇北王冤案未雪，生命线持续扣减，偏离西京上诉主线，扣减加速。不是吧？别人穿越给系统金手指，我穿越给倒计时催命派，你是砍一刀成精了吗？停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你愿意去了？不是愿意，是被迫营业。行，西京是吧？告御状是吧？我去。但先说好，我这个人主打一个野路子，要是中途把事情搞大了，你们别怪我。镇北王独女不能活着到流放地。放心，明日路过断魂坡，山石一落，谁也查不出来。还有那个丫丫，一个丫丫而已。镇北王府的人更好家伙，我以为是流放副本，结果是灭口局。谁？沈小姐深夜出来做什么？人有3急。听见什么了？听见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主要是肚子叫声。杀了！救命啊！官兵私下行凶，流放之人已是无罪可诛，天理何在？诸位闭嘴！今日你们冷眼旁观，来日你们蒙冤之时，亦无人为你发声。看我干什么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沈昭宁，你最好老实点儿。老实不了一点。你找死！呀！昨夜你为何突然那样喊？想在断魂坡弄死我们。果然他们不想让小姐活着。纠正一下，我本来只想苟一下，现在看来苟不了。那怎么办？他们要杀我们，不能等他们动手。你想逃？不是让他们没法光明正大杀。什么意思？舆论战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事情闹大。又怎么了？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。死了正好。我死之前有话要说。诸位乡亲父老，各位同行之人，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吧？我是接骨女沈昭宁。住口！我若今日在断魂坡出事，明日西京必会置押送之人途中按下毒手。你胡言！我是否胡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场众人都已听见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们就是证人。你们以为我死了就没事？不，镇北王府的人出事，接下来就会轮到你们。动手一次是祸，动手一群也是祸。你们此刻沉默不语，下一个遭遇不测的，或许就是你。所有人现在看山坡，看清楚，那几个官兵是不是上去了？他们是不是要推石头？沈昭宁，怎么慌了？慌了就说明你心里有鬼。他们真要动手伤人，不能往前走，我们不去断魂坡。谁敢喧哗滋事，严惩不贷。听见了吗？这就是要掩盖真相。他们真要动手，准备走。往哪儿走？人多眼杂，趁乱脱身。
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说自己缺运动了。快走！这玉佩，你是沈昭宁？是。镇北军前锋营救部寒山见过小姐。懂了，收集旧部还能续命，这不就是主线任务加经验条吗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咱们现在不是讲牌面的时候，先活命。小姐，王爷真的通敌了吗？我不知道真相，所以但我知道，如果镇北王真有罪，他们不会这么急着杀我。所以，我要去西京。小姐若去西京，寒山这条残命，给小姐开路！完了，越来越像正经剧情了。此地不能久留，前面有座废驿站，我带小姐过去。走。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古代人平均寿命短了，这出门全是极限挑战。韩叔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3个月前北境战败，我奉命押运军粮，可军粮还没到。军粮没到，王爷战败那日就被移到调粮3日。后来朝廷说王爷通敌，说军粮是王爷私自卖给北戎，可我知道粮根本没到王爷手里。这就是证据啊！可押运文书被烧了，同行的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没人会信一个残兵。那就找文书，找证人，找漏洞。小姐懂查案？略懂一点点，主要是以前电视剧看得多。电视剧？一种大型民间破案教学材料。大人，血迹到这里断了，进去。又来，我这是什么高位刷新点？出来，要我请。这位大人，晚上好。沈昭宁，正是在下。沈小姐自幼受礼教长大，不会自称在下。遭逢大难，性情大变，很合理吧？电视剧都这么演。电视剧是什么？不重要，一种经验总结。你不像沈昭宁。大人，我家都快被灭门了，你还要求我保持人设稳定，这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？人设崩了可以重建，命没了就真杀青了。大人，凶手抓到了！不是我杀的，我出来打水，他已经死了。是他，当年押粮队的文书官。你认识？刘通，他知道军粮调令的事。这不是巧合。看来沈小姐也认识死者。不熟，但我觉得他死得很有价值。什么意思？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说是刚杀的。血还热，人刚死不久。尸体不该是这个样子。你会验尸？一点生活常识。杀人案也是生活常识？你不会，不代表别人不会。别拿无知当个性。你们看这里，尸斑已经出来了，而且位置不对。如果他是在井边被刺死，尸斑不该这样分布。还有血。血怎么了？血迹太少。如果真是在这里被一刀刺中心口，血不会只有这一点。这里不是地案发现场。尸体是被搬来的。恭喜大人，答对了。这便是物证。死者临死前攥住了凶手的腰牌，此证破绽百出，一望便知是刻意伪造。你何以万定此言？人若濒死紧抓物体，他手指虽呈弯曲之态，全有地发力攥望的痕迹。是遇害身死之后，才有人将腰牌塞入他枕隙。真正家的人意图嫁祸，再将尸身搬运至井边，事后取出家仆腰牌塞入死者手中，以此栽赃我府中人。证据呢？证据在那儿。这是押粮文书。户部令。大人，现在还觉得这是普通命案吗？小心！果然是你们的人。好一个忠心死士，倒是看得起我们。你认识？不认识。大人，你撒谎的时候眼神挺忙。小姐，这能证明军粮被改盗，王爷没有私吞军粮。几张残卷不够，我们要找到完整账册，找到调令，找到签字的人。你想怎么做？去黄泥镇。小姐怎么知道黄泥镇？打怪要顺着线索打。第一个副本，黄泥镇。你知不知道黄泥镇如今已经被封？为什么？镇北旧部在那里杀官谋反，3日后全镇连钻。不可能！懂了。懂什么？有人怕我们查军粮，所以又开始甩锅镇北军。阿离，小姐你要去哪儿？黄泥镇。你想救那些旧队，
是我不救他们，我就得死。再说了，这案子栽得这么难看，我不去打脸，显得我很不专业。镇北残柱赵恒刀等人杀害巡检官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。镇北军百夫长，你认识？北京一战后，他带着伤兵失散，3日后以为他死了。黄泥镇百姓窝城反贼，全站连责。青天大老爷呀，冤枉啊！刁民，再敢聒噪，本官现在就成全你。县尉大人如此急切，是在隐瞒什么吗？行，我管还不行吗？这破生命线比甲方催稿还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大人这案子办得挺随意呀。你是何人？沈昭宁。镇北王独女吗？原来反贼之女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纠正一下，没定罪之前叫嫌疑人家属。你们古代流程不严谨，我不怪你。拿下！慢着，本官奉命查流放路劫器案，路过此地。此案既牵涉镇北旧部，又牵涉杀官谋反，本官要看卷宗。谢少卿，这是地方军务，杀的是巡检官，而且你办得这么离谱，再不让专业人士看看，死者都得半夜爬起来投诉你。你真是小姐。我是来替镇北王府翻案的人。原来死寂的炎帝仿佛燃起一丝生了，也是来替你们翻案的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赵恒刀衣上有血，凶刀是镇北军旧刀，死者手中还攥着镇北军腰牌。沈姑娘若想翻案，怕是吃人。别慌，尸体不会咬人，活人才会。你要验尸？严格来说，我只是让死人开口说话。荒唐！第一处不对。何处？尸斑位置不对。什么尸斑？人死后，血液会因为重力往低处沉积，形成案子官死在书房。你们说是坐在案前被赵恒刀正面砍死，可他背后的尸斑说明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仰面平躺的。胡说八道！你一个闺阁女子，懂什么验尸？闺阁女子不懂，重力懂。算了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你只要记住，牛顿虽然还没出生，但他管得挺宽。他说的有理。你说赵恒刀他们持刀冲入书房，乱刀杀人，可这两人的伤口从上往下，角度很稳，像是熟人靠近后突然下手。我说过，我们进去时人已经死了。闭嘴！你们为什么进去？巡检官派人传信说有军粮文书要交给我等。他说当年镇北军断粮另有隐情，反贼串供，不足采进。别急，让事实飞一会儿。看见没有？死者临死前攥住的腰牌。第三处不对，腰牌是死后塞进去的。你放肆！临死前用力攥东西，指关节会僵硬，掌心会有压痕。可他这手指松散，掌心也没有勒痕。你们塞得挺努力，就是不……却是死后放入。冤枉的，这是被栽赃的。你要做什么？现场教学，说明在方墙对，可墙上的血迹是从低处斜向上喷的，说明死者被刺时不是坐着，而是倒地或半跪。案发现场被伪造了。血不会撒谎，人会。这是案发现场，你家案发现场还包售后保洁？太干净，反而可疑。军粮是你们改造的，伪造，这是伪造！拿下！谁敢动？沈昭宁，你坏我大事！今天谁也别想活！放开孩子！你们镇北军不是最会护百姓吗？你拿我做人质，还有机会出阵。没事，别怕，姐姐刚才超勇的。你知道刚才多危险吗？知道啊，所以我用了石灰，出门在外，防狼、防贼、防反派。怎么，我脸上有证据？镇北军残部赵恒刀，谢小姐救命！别跪，我真的不适应这种大型入职现场。小姐，你们是被人啃断了粮，换了刀，卖了命。要跪，等到了西京，跪在那些害你们的人面前，让他们还债。愿护小姐入西京。小姐若还活着，定也会这样做。你认识？我在亲卫营见过，此印只用于战时密令。你确定？非镇北军核心之人不能持有。也就是说，出卖镇北王的人可能在镇北军内部。不可能！先别内耗，反派最喜欢我们自己先吵起来。现在我们有证据，有人证，有方向。下一步，查粮。去哪儿查？平桑县。他们既然拿粮做局，那我们就把这笔账一粒米一粒米查清楚。为什么别人逃亡有宝马，我逃亡只有驴？这合理吗？小姐，此驴耐力不错。他耐力不错，我心态不太行。小姐若累，可让兄弟们轮流抬轿。别，你们是旧部，不是滴滴代步。沈小姐，你从前读过律法？没有。那你为何懂验尸？查
常识。为何懂煽动民心？为何知道粮仓该如何盘查？表达能力，职场经验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一个被生活反复殴打后稍微懂点乱七八糟技能的倒霉人。这不是答案。大人，人不能太好奇，好奇心害死猫。猫为何会死？因为他也遇到了大理寺少卿。小姐以前是这样的吗？天降横祸，官仓被焚，镇北王府私吞军粮之证以金属烧毁。好家伙，证据刚要查，粮仓就着火，这剧情我在800部电大影里见过。理寺查案，所有人推开。谢少卿，下官不知大人前来，有失远迎。官仓为何起火？是此人纵火。孟怀仓，韩兄弟，此人又是镇北军管粮司令，纵火焚毁官仓，意图掩盖镇北王府私吞军粮之罪，人赃俱获。我没有放火，我昨夜是被人打晕拖进仓里的。狡辩！大人，你这甩锅速度挺丝滑，是不是平时没少练？你是何人？沈昭宁，原来是反贼之女，你来的正好。镇北王府私吞军粮，如证据虽毁，但此人便是人证。证据毁了，我看未必。大火烧了一夜，满仓粮食与账征俱成灰烬。沈小姐莫非还能从灰里变出粮来？变不出粮，但能变出真相。大人，封仓。所有人不得进出，违者拿下。谢少卿，这火刚灭，里面危险。危险没事儿，我命硬。主要是不硬也得硬。你要查什么？查粮食到底有没有被烧掉？满地都是灰，还能有假？大人，你说这里原本有多少粮？官册记载1万阵，1万阵粮烧完，就这么点灰？火势猛烈，灰自然被风吹散。这仓四面高墙，昨夜风向从东往西吹，灰若被吹散，西墙根应该堆得最多。可你看，西墙根干净的像刚扫过，而且粮食燃烧后不可能一点结块焦痕都没有。这里烧的是草垛、破木板，还有一点点旧粮。确实不是大量粮食焚烧后的痕迹。你说烧了1万担粮，那就该有1万担粮烧完后的灰。粮食不是鬼，不能凭空消失。官仓若长期满粮，必有鼠洞、粮虫没痕。可这里鼠洞少得可怜，粮虫也没有多少。小姐说的对，这仓早就闭嘴，早就空了。这仓不是昨夜烧空的，是早就空了。官仓早就没粮了，那朝廷发来的真粮呢？我们的粮去妖言惑众。我是不是妖言，查账就知道。大人，你慌了？本官没有。没慌，你声音抖什么？怕金森氏清白吗？怕什么？一种不重要但很形象的病。如何？做得很努力，但很业余。沈小姐看得懂账，虽然学懂的懂账。第一，入库编号过于连续，推运粮种之先后有损耗有延误，不可能整齐的像复制粘贴。第二，3个月账册全是同一笔记、同一墨色，是集中补账，是不是原记账？真账不是这样记的。第三，出入库时间不合理，你这里写辰时入库1000吨，4时又出库800吨。大人，请问你们官仓装卸工是天兵天将吗？一个时辰搬这么多，荒唐！仓里岂能任由你审问？叫别怕，我就问几个简单问题，答错了也没事，顶多证明你们一起犯罪。3月初8，第一批粮车何时入仓？5时，天黑后。很好，3个人说了3个版本，还需要我继续问吗？你这账本做的，狗看了都摇头。沈昭宁，你本就是反贼之女，联合镇北余孽，诬陷朝廷命官，其心可诛。你急什么？来人，拿下他！我早知你们会灭口，所以把真正的粮车底照藏起来了。杀了他！保护老孟，他现在是全场最高价值资产。即刻拿下！老夫管了一辈子粮，最恨有人拿军粮做买卖。孟老，宝刀未老，拐杖很骚。小姐，这是北京军粮真正的底账。打仗打的是刀枪，可撑起刀枪的是粮。老奴愿替小姐算清这笔血账，愿随小姐入西境。好，从今天起我们不止逃命，我们查账。谁贪了镇北军1粒米，我让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底部上提到户部通关印，说明西京有人下场。户部侍郎掌调粮文书。户部侍郎是谁的人？丞相裴寂。懂了，打小怪爆出大 boss 名片了。你怕了？怕，但是怕也没用。裴寂要是不倒，我就得倒。既然只能倒一个，那我建议他倒。薛定峰还活着，亲卫营副统领，他手里有300镇北亲卫残兵。
又来？我懂了，不就是让我打团吗？行，这波姐开麦指挥。镇北残柱赵横刀等人杀害巡检官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。镇北军百夫长，你认识？北京一战后，他带着伤兵失散，3日后以为他死了。黄迷镇百姓窝城反贼，全站连责。青天大老爷呀，冤枉啊！刁民，再敢聒噪，本官现在就成全你。县尉大人如此急切，是在隐瞒什么吗？行，我管还不行吗？这破生命线比甲方催稿还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大人这案子办得挺随意呀。你是何人？沈昭宁。镇北王独女吗？原来反贼之女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纠正一下，没定罪之前叫嫌疑人家属。你们古代流程不严谨，我不怪你。拿下！慢着，本官奉命查流放路劫器案，路过此地，此案既牵涉镇北旧部，又牵涉杀官谋反，本官要看卷宗。谢少卿，这是地方军务，杀的是巡检官，而且你办得这么离谱，再不让专业人士看看，死者都得半夜爬起来投诉你。你真是小姐。我是来替镇北王府翻案的人。原来死寂的炎帝仿佛燃起一丝生了，也是来替你们翻案的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赵横刀衣上有血，凶刀是镇北军旧刀，死者手中还攥着镇北军腰牌。沈姑娘若想翻案，怕是痴人。别慌，尸体不会咬人，活人才会。你要验尸？严格来说，我只是让死人开口说话。荒唐！第一处不对，何处？尸斑位置不对。什么尸斑？人死后，血液会因为重力往低处沉积，形成案子官死在书房。你们说是坐在案前被赵横刀正面砍死，可他背后的尸斑说明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仰面平躺的。胡说八道！你一个闺阁女子，懂什么验尸？闺阁女子不懂，重力懂。算了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你只要记住，牛顿虽然还没出生，但他管得挺宽。他说的有理。你说赵横刀他们持刀冲入书房，乱刀杀人，可这两人的伤口从上往下，角度很稳，像是熟人靠近后突然下手。我说过，我们进去时人已经死了。闭嘴！你们为什么进去？巡检官派人传信，说有军粮文书要交给我等。他说当年镇北军断粮另有隐情，反贼串供，不足采进。别急，让事实飞一会儿。看见没有，死者临死前攥住的腰牌。第三处不对，腰牌是死后塞进去的。你放肆！临死前用力攥东西，指关节会僵硬，掌心会有压痕。可他这手指松散，掌心也没有勒痕。你们塞得挺努力，就是不……却是死后放入。冤枉的，真是被栽赃的。你要做什么？现场教学，说明是在方向对，可墙上的血迹是从低处斜向上喷的，说明死者被刺时不是坐着，而是倒地或半跪。案发现场被伪造了。血不会撒谎，人会。这是案发现场，你家案发现场还包售后保洁？太干净，反而可疑。军粮是你们改造的，伪造，这是伪造！拿下！谁敢动？沈昭宁，你坏我大事！今天谁也别想活！放开孩子！你们镇北军不是最会护百姓吗？那就看着他死！你跑不了，抓我刀！闭嘴！我镇北年不是没有在值钱。哦对，因为不救也分会死。救命！什么意思？救命！我为什么独女比一个孩子值钱？你拿我做人质，还有机会出阵。没事，别怕，姐姐刚才超勇的。你知道刚才多危险吗？知道啊，所以我用了石灰，出门在外，防狼、防贼、防反派。怎么，我脸上有证据？镇北军残部赵横刀，谢小姐救命！别跪，我真的不适应这种大型入职现场。小姐，你们是被人啃断了粮，换了刀，卖了命。要跪，等到了西京，跪在那些害你们的人面前，让他们还债。愿护小姐入西京。小姐若还活着，定也会这样做。你认识？我在亲卫营见过，此印只用于战时密令。你确定？非镇北军核心之人不能持有。也就是说，出卖镇北王的人可能在镇北军内部。不可能！先别内耗，反派最喜欢我们自己先吵起来。现在我们有证据，有人证，有方向。下一步，查粮。去哪儿查？平桑县。他们既然拿粮做局，那我们就把这笔账一粒米一粒米查清楚。为什么别人逃亡有宝马，我逃亡只有驴？这合理吗？小姐，此驴耐力不错。他耐力不错，我心态不太行。小姐若累，可让兄弟们轮流抬轿。别，你们是旧部，不是滴滴代步。
沈小姐，嗯，你从前读过律法，没有那你为何懂验尸？常识，为何懂煽动民心？为何知道粮仓该如何盘查？表达能力，职场经验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一个被生活反复殴打后会懂点乱七八糟技能的倒霉人。这不是答案。大人，人不能太好奇，好奇心害死猫。猫为何会死？因为他也遇到了大理寺少卿。小姐以前是这样的吗？天降横祸，官仓被焚，镇北王府私吞军粮之证以金属烧毁。好家伙，证据刚要查，粮仓就着火。这剧情我在800部电大影里见过。理寺查案，所有人推开。谢少卿，下官不知大人前来，有失远迎。官仓为何起火？是此人纵火。孟怀仓，韩兄弟，此人就是镇北军管粮司令，纵火焚毁官仓，意图掩盖镇北王府私吞军粮之罪，人赃俱获。我没有放火，我昨夜是被人打晕拖进仓里的。狡辩！大人，你这甩锅速度挺丝滑，是不是平时没少练？你是何人？沈昭宁，原来是反贼之女，你来的正好。镇北王府私吞军粮，如证据虽毁，但此人便是人证。证据毁了，我看未必。大火烧了一夜，满仓粮食与账征俱成灰烬。沈小姐莫非还能从灰里变出粮来？变不出粮，但能变出真相。大人，封仓。所有人不得进出，违者拿下。谢少卿，这火刚灭，里面危险。危险没事儿，我命硬。主要是不硬也得硬。你要查什么？查粮食到底有没有被烧掉？满地都是灰，还能有假？大人，你说这里原本有多少粮？官册记载1万阵，1万阵粮烧完，就这么点灰？火势猛烈，灰自然被风吹散。这仓四面高墙，昨夜风向从东往西吹，灰若被吹散，西墙根应该堆得最多。可你看，西墙根干净的像刚扫过，而且粮食燃烧后不可能一点结块焦痕都没有。这里烧的是草垛、破木板，还有一点点旧粮。确实不是大量粮食焚烧后的痕迹。你说烧了1万担粮，那就该有1万担粮烧完后的灰。粮食不是鬼，不能凭空消失。官仓若长期满粮，必有鼠洞，粮虫没痕。可这里鼠洞少得可怜，粮虫也没有多少。小姐说的对，这仓早就空了，早就空了。这仓不是昨夜烧空的，是早就空了。官仓早就没粮了，那朝廷发来的真粮呢？我们的粮去哪儿？妖言惑众！我是不是妖言，查账就知道。大人，你慌了？本官没有。没慌，你声音抖什么？怕金森氏清白吗？怕什么？一种不重要但很形象的病。如何？做得很努力，但很业余。哇，沈小姐看得懂账，虽然蛇懂得懂账。第一，入库编号过于连续，推命粮种先后有损耗有延误，不可能整齐的像复制粘贴。第二，3个月账册全是同一笔记同一墨色，是集中补账，是不是人记账？真账不是这样记的。第三，出入库时间不合理，你这里写辰时入库1000吨，4时又出库800吨。大人，请问你们官仓装卸工是天兵天将吗？一个时辰搬这么多？荒唐！仓里岂能任由你审问？叫！别怕，我就问几个简单问题，答错了也没事，顶多证明你们一起犯罪。3月初8，第一批粮车何时入仓？50时，天黑后。很好，3个人说了3个版本，还需要我继续问吗？你这账本做的，狗看了都摇头。沈昭宁，你本就是反贼之女，联合镇北余孽，诬陷朝廷命官，其心可诛。你急什么？来人，拿下他！我早知你们会灭口，所以把真正的粮车底照藏起来了。杀了他！保护老孟，他现在是全场最高价值资产。即刻拿下！老夫管了一辈子粮，最恨有人拿军粮做买卖。孟老，宝刀未老，拐杖很骚。小姐，这是北京军粮真正的底账。大仗打的是刀枪，可撑起刀枪的是粮。老奴愿替小姐算清这笔血账，愿随小姐入西京。好，从今天起我们不止逃命，我们查账。谁贪了镇北军1粒米，我让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底部上提到户部通关印，说明西京有人下场。户部侍郎掌调粮文书。户部侍郎是谁的人？丞相裴寂。懂了，打小怪爆出大 boss 名片了。你怕了？怕，但是怕也没用。裴寂要是不倒，我就得倒。既然只能倒一个，那我建议他倒。
薛定峰还活着，亲卫营副统领，他手里有300镇北亲卫残兵。又来，我懂了，不就是让我打团吗？行，这波姐开麦指挥，至少500人。破云岭残营只有300人，而且多是伤兵。他们若真打起来，撑不过半日。不能硬打。小姐想如何？打不过就骗。骗谁？两边都骗。小姐的意思是，官兵要剿残营，残营肯定也以为官兵来了就是杀他们，所以两边一见面就会打。不错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官兵不敢轻易上山，让残营也别冲下来送人头。送人头？就是白给。白给？就是没意义的死。官兵500人，但进山不能全铺开，只能走几条山道。我们先把声势做大，让他们以为山上不止300残兵。虚张声势。对，再派人进残营把薛定峰劝下来。当年除了王爷，他谁都不服。若听说小姐还活着，未必肯信。所以你去，你和韩叔一起去。你们是镇北旧部，他总该认。那小姐呢？我去拖住官兵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不会武，但我会胡说八道。放心，我不跟他们打，我跟他们谈判。他们若不谈呢？那你保护我。谢大人，大理寺公务员，关键时刻别掉链子。我不知公务员是何物，但我会护你。行，那就开团。开团？就是行动。一群丧家犬，竟还要本将亲自来剿？对，听说这群镇北残兵里有薛定峰，亲卫营副破云岭又如何？镇北王都死了，他一条断脊梁的狗还能翻天？山上有人！镇北军不是说只有300残兵吗？怎么这么多骑？慌什么？不过是虚张声势。曹都尉，早上好啊！你是何人？沈昭宁。沈昭宁，镇北王独女，好让放啊！不好意思，让大家失望了，我还活着。反贼之女，竟敢拦军！反贼这2个字别张口就来，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是造谣，造谣犯法。虽然你们现在法治意识比较薄弱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普法。少在这里！好，炸出来了！诸位将士，你们今日剿的不是反贼，是当年替大靖守北境的镇北亲卫。他若真有罪，为何不押回西京审？为何要在山里就地斩尽杀绝？因为有人怕他们开口，怕他们说出北境军粮被劫、战报被改、援兵被扣的真相。我若死在这里，镇北王府案就彻底压不住。到时候你猜，裴相会保你这个小都尉，还是把你推出去顶锅？你只是刀，不是握刀的人。刀断了，主人会心疼吗？你想如何？停兵2个时辰。凭什么？凭我进去劝薛定峰山投案，交大理寺审理。若他们真是反贼，西京公审，天下人都看着。若我不同意，那我现在就让人放烧山，大家一起上热搜。热搜是什么？就是让你臭名远扬的神秘力量。1个时辰，2个，1个半，成交。谈判嘛，主打一个砍价。赵横刀，是我，你也没死。命硬，命硬有什么用？王爷死了，北境丢了，我们这些人活过是让人追杀。小姐还活着。谁？沈昭宁小姐。不可能，我亲眼所见。小姐自幼体弱，流放路上，怎么可能活到现在？你们被人骗了。她手里有王府玉佩，还有小姐血书，物件可以夺，血书可以造伪。可她救了黄密镇镇北残部，查出平仓县粮案，那也可能是裴姬派来的棋子，想把我们一网打尽。若她是裴姬的人，何必冒死拦曹猛？曹猛上山了，已到山脚。小姐再拖他，只能拖1个半时辰。统领，拼了吧！反正活不了，没有活着。你们现在冲下去就是白死。那你要我们束手就擒？去西京？你以为那些坐在金殿上的人会听我们喊冤？王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，所以才更要去。薛定峰，若王爷真是冤死，你想让真相烂在山里吗？你手里是不是有东西？是不是王爷临死前留下的东西？你怎么知道？若没有，他们不会这么急着剿你。王爷最后一道密令写了什么？我没打开。为何？
王爷命我，若沈家血脉尚存，亲手交给他；若沈家血脉断绝，便带他入土。小姐就在山下，我要亲眼见他。沈昭宁，时辰到了。急什么？男人太急容易出事。你找死！这句你已经说过了，反派台词库能不能更新一下？起身！小姐可还记得，王爷离京前对你说过什么？我不记得。流放路上，我病过、昏过，差点死过，许多事我确实记不清了。那你凭什么说自己是沈昭宁？凭我现在站在这里，凭我在黄麻镇救下赵横刀，在平川县查出梁丈，凭我知道镇北王府是被人害的，凭我愿意拿这条命去西京告御状。再往前。你可以怀疑我是谁，但你不能怀疑我现在要做什么。沈昭宁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从他决定去西京告御状那一刻起，他就没打算只做一个被保护的小姐。你若认我，就跟我走；你若不认我，也可以自己带着密令冲下山。但你想清死了，王爷最后想说的话就永远没人知道了。你们活下来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没输，是为了让害你们的人输。镇北亲卫营副统领薛定峰，奉王爷遗命见过小姐。薛定峰，你这是要造反！我奉王爷遗令护小姐入西京。镇北王已被定罪。定罪文书呢？审案卷子呢？你们一边怕我们去西京，一边说案子如山，还怕什么？镇北王遗令在此，黄泥镇文书、平仓县邸志也在。今日起，我们不逃了，我们去西京。本将不会放你们走。镇北案牵扯重大，本官会亲自押放人证物证入京。曹都尉若要拦，就是阻碍大理寺办案。谢无咎，你真要为了反贼女得罪裴相？哟，这就不装了。姚存恩还说奉朝廷令，剿破云岭是裴相授意。我没有。你急了，你急了。撤！没事。刚才险些撑不住，我方才的状态看起来像全然镇定吗？并不像。什么？你的从容并非刻意伪装出来的。小姐，王爷遗令，该开了。昭宁无女，若此信至你手，父恐已不能归。北境战争之罪，军粮被劫，援军未至，战报有改。然真正致命者，并非外敌，我军中有内鬼。此人知我不防，改我烽火，断我退路。我已查得其人线索，藏于旧物之中，切记不可全信裴。入西京前，先取3更雪。镇北王说的谢，未必是我。谢家，我出身陈郡谢家，西京谢家与朝中多方都有牵连。少卿大人一路摄助，谁知是不是为了拿到王爷遗令？你信我吗？我信证据。目前证据显示你帮过我很多次，也救过我很多次，但王爷遗令也提醒我不可全信谢，所以我会继续和你同行。但关键物证，我不会只交给你。很好。你不生气？查案本就不该只凭信任。小姐，3更雪是什么？听起来像酒，也可能是地名或是暗号。我听王爷提过一次，3更雪不是酒，也不是地名。那是什么？是一个人，西京第1名伶雪3更。名伶？他常年在风月楼唱戏，达官贵人皆爱听他曲。王爷入京述职时，曾见过他。西京风月楼。好家伙，从军粮案无缝切换娱乐圈副本，到了西京还不算通关。主线未完成，预创未成，冤案未雪。懂了，进城只是加载新地图。进城后不要轻举妄动。你觉得我是那种轻举妄动的人吗？你这沉默很伤人。西京不比外面，这里裴寂眼线极多。懂，敌方水晶范围。小姐，何为水晶？就是最终目标点。那就打进去。别，咱们现在是潜入，不是拆家。这地方看起来很贵。
确实。报销吗？大理院不报。那我们怎么进去？别看我，我现在是逃犯加反贼之女，财务状况非常不健康。兄弟们凑的。不行，这是你们保命钱。我也不常来此处。不常来，不代表没来过。查案来过。懂，公务接待。谢少卿，今日还是查案。找雪三经，雪老板今晚只见有缘人。有缘人是不是要加钱？这位姑娘说笑了，雪老板见人不看钱。那看脸？看谜，能解此谜便可上楼。要不属下把门砸了？冷静，咱们是文明闯关。谜底不是字，是位置。雪落三更不见白，说明雪三更不在明处。灯燃一盏照无声，灯照的不是人，是镜子。镜子反光，照到哪里，哪里就入口。在那里。姑娘请。看吧，密室逃脱我还是有点水平的。密室逃脱，一种昂贵的受罪活动。镇北王终于还是把你送来了，有趣。你笑什么？我笑镇北王算了一辈子，最后竟留了这么一招。王爷让我来取三经血，这是镇北王留在我这里的东西，但我要先确认你有没有资格拿。你敢试小姐？我试的不是小姐，我试的是拿着她身份的人。怎么试？今晚楼下有一席，裴相府的人册里有一半名字都是裴寂在朝中的暗线。你若想拿走他，便先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活着离开。你管这叫试？不是不敢，是你这个入职考核强度有点离谱。这是什么？三更血。你不是三更血吗？我是血三更，这瓶药才是三更血。药可验毒，也可显引字。至于名册，看你今晚表现。你这人很会吊胃口，适合做短剧编剧。短剧？一种让人上头又骂人的东西。裴二公子到。试炼开始了，能不能跳过？不能。行，那就看看裴家这波什么段位。我堂堂反贼之女，现在兼职服务员，人生真是弹性就业。雪老板这戏唱的有些犯忌讳。戏是旧戏，人心若不旧，便无忌讳。听说近日有个死人活了，镇北王那个女儿竟一路到了西京，你们说奇不奇？反贼之女罢了，到了西京也是死。未必，她若聪明，就该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他们说到疯了。若不聪明，今夜说不定就在这。裴炎不是来听戏的，是来抓人的。对不起，镇北军内部传令印。你不是沈昭宁，真正的小姐已经死在流放路上。你是谁？镇北王府暗卫清渊，你冒充小姐聚拢旧部，意欲何为？我要去西京告御状，用小姐的身份。你可知小姐死前说了什么？她说，若她死了，就让阿离活下去。小姐没让你冒充她，也没让你替她送死，她只想让你活。可我若不走这条路，会死。贪生怕死，便偷小姐身份。是我怕死，我怕死，怕疼，怕被人一刀砍了，怕睡着以后再也醒不过来。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什么大义，我只是想活。可一路走到这里，转见寒山断了手，看见赵恒刀差点被斩，看见孟怀仓守着一本诏被烧死，看见300残兵躲在山里等死。我现在还是怕死，但我也不想他们白死。你可以现在杀我，拆穿我，然后呢？沈昭宁已经死了，你若想让他的死只剩下一场哭丧，但你若想让他没有白死，就帮我。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搜。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，你若敢借小姐之名谋私，我会亲手杀你。可以，监督机制很重要。什么？夸你专业。裴二公子，私自搜楼，凭何？听闻朝廷钦犯藏于此处，自然要搜。谁给你的权？谢少卿如今护着反贼之女，还有资格问我权从何来？走。不行，名册还没拿，
你疯了！裴家已经封楼，他们越急，说明名册越重要。你想怎么拿？调虎离山，制造一点点混乱，如何调？你倒是不怕死？怕，但来都来了。原来暗威也现身了。少废话，名册给他。看来他过关了。沈昭宁在楼上。这道具拿的有点烫手。从这里走。沈小姐，西京欢迎你。谢谢欢迎，但我这个人不爱走正门。追！我现在有点理解盗墓篇为什么总要先死一两个了，这地方真的很不友好。你要解释一下吗？先出去。你这回答很像先别问，等会儿就死。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是？等你安全。行，先出去。出去以后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能让我不当场翻脸的答案。你这出场方式很有鬼片氛围。你们若再慢半步，便要被裴家的人毒死在楼里了。你故意放我们走的？不然呢？名次为何是谢氏？先走，出去再说。谢少卿若真想杀我，等到了地面再动手不迟。先统一一下目标行吗？我们现在最大敌人是裴家，不是彼此。你要是有事瞒我，最好早点说。我不会害你。这句很熟，很多反派也这么说。我不是反派。那你就更该快点证明。这也太敬业了吧！加班不要工资的吗？裴二公子一向不喜欢空手而归。那我们就让他空手而归。赵横刀、砍绳、韩叔推车、清渊，往左边那条巷子引。你想做什么？放烟花！走，趁乱出城门。你倒像是做过这种事很多次。天赋异禀。西京的路怎么比山路还绕？少说话，留着去。沈小姐，跑什么？你们裴家是不是都喜欢半夜上班，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？裴二公子夜闯民房，意欲何为？自然是捉拿侵犯，牙尖嘴利。谢谢夸奖，我今天还没骂够。拿下！别敢动大理寺的人！奉少卿之命，封街查案。你的人，我安排的后手。谢少卿，你这是要跟裴家作对？裴二公子若要捉人，先拿出刑部文书，文书明日便到。那你明日再来，今天先回家睡觉。沈小姐倒是有意思。我对你没意思，别误会。不能回袁州了，裴燕知道你们住在哪儿。去谢家别院。你说去哪儿？谢家别院，今夜最安全。你让我去谢家，总比留在外面被裴燕追杀好。可王爷说，不可全信谢。那就不要全信我。行，我跟你去。但你要敢把我卖了，我就先把你屋顶掀了。我就送到这里。你不进？我若进了，谢家的人会不高兴。你跟谢家也有仇？不一定是仇，也可能是旧账。少主，少主，谢家别院由我暂管，
你在西京到底什么身份？先歇一晚。少主，家主请您去正厅。家主是谁？我叔父谢仲远。我能一起去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谢家的人未必欢迎你。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不欢迎。待在房中，不要乱走。这话你说了，我更想乱走。小姐，谢家怕是真有问题。我也觉得。那我们还留在这儿？因为裴家在外面，谢家在里面。今晚不搞清楚，我睡不着。小姐，你如今越发像从前了。这些人，有些是裴家门下，有些却明显属于谢氏门客。谢氏和裴家竟不是单纯的敌对，而是纠缠极深。西京谢氏藏有镇北王旧物，旧物名断风印。断风印，那是王爷亲印。你确定？当年北境3军调令，王爷有一方私印，刻断风2字。若无此印，军中机密不可起。谢无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带我来谢家？是帮我，还是引我入局？谁送来的？不知道。你可知，这一走，便是与整个谢之为敌。侄儿心意已决，还望叔父成全。我问你，他是谁？裴寂已经盯上他了。今夜风月楼之事，明日就会传遍西京。你把他带回来，不是救他，是把谢家也拖下水。谢家本就已经在水里。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太像你父亲了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留你到现在。你带他来是为了这个吧？断风印确实在谢家。在哪里？在能决定你生死的地方。无咎，你若真想查镇北案，就先想清楚，是要查真相，还是要保住你带回来的更冷姑娘？沈姑娘，家主请你过去。现在？现在。好啊，带路。断风印。别出声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因为真正的局才刚开始。接断风印，不行，不然今晚走不出去。阿离，拿着。阿离，回答我，你到底是谁？现在不是认人的时候。小姐，这边。你果然在这儿。少主，许久不见，你不该回西京。你都敢把外人带进谢家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等，先别内讧，谁能解释一下，为了谢家的局里会冒出一个我不认识，但你们显然都认识的？你就是沈昭宁。暂时算是。果然。谢恒，闭嘴！断风印既然已经见光，裴气今晚就会知道。所以你是故意引我们来这里？不是引你，是引裴气。有区别吗？有，你们只是鱼饵，裴密才是要钓的那条鱼。你在谢家潜伏这么久，就是为了今晚？不止今晚，我在等你把他带回来。你想做什么？把断风印交给他？不可能。那你就想办法让他活过今晚。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努力活。那就继续努力。走。你不走，我还有要见的人。你认识他？以前认识。现在呢？现在他是谢家的叛徒。少主，你的话还是这么毒气，你没资格提从前。行了，先出去再算账。火都烧到眉毛了，还搞精神内耗。告诉他，风月楼那瓶药，不要让裴家的人碰到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不来，靠你们这几个在谢家走正门送死吗？说的很有道理。谢恒是谁？谢家旁支，10年前失踪。失踪的人都能突然在地窖里冒出来？他没失踪，他是被逐出的。
因为你。有人，有人。谢少卿，出来吧。别慌，你说的轻松。这次不是围杀你们，那是什么？是有人要把罗琳送来。诸位，久等了。你答应过，不让我一个人来。沈小姐，谢少卿，风月楼一别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。你是属追踪器的吗？过奖，东西带来了。看来你们收获不小。谢三哥，你坑我们！我若坑你们，没必要连罗琳一起放进来。罗姑娘，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，否则你爹留下的那些旧账，今晚就会被烧得。你烧不完，是吗？因为我爹真正藏下来的不是账册，是人证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因为我从来没死。原来你还活着，让裴二公子失望了。你不是3年前就死了吗？我死不死不重要。你是谁？沈凌晨，你认识他？应该认识。看来你真把很多事忘了。拿下！寒山，走后门。后门在哪儿？我在找。别看无敌，跟我走。你跟我们一起，不然留着给裴燕剥皮吗？你知道沈凌川没死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下去。经理，总比外面安全。沈凌川，你既然敢现身，就别想再走第二次。走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先问太多，命就会先没。我今天已经被人吓了3回了，命早就在掉。那就习惯吧。你认识沈凌春？认识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，所以只有一部分人知道他活着，比如我爹罗承恩。我爹当年在北境粮道做事，见过他几次。沈凌川当年在军中任什么职？镇北王亲卫副统领。前面是谢家旧地库，出去后直通东市。你对谢家后院比谢无绝还熟？他本来就比我熟。你怀里的东西拿出来。里面是什么？这是我爹留下的北境军粮的转运图，还有一处库门钥匙。这东西你怎么现在才拿出来？因为我一直不敢信任何人，包括裴燕。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要查案，后来才知道他要的不是案子，是把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按下去。那你为什么会来破庙？因为有人告诉我，今天在破庙能见到我爹当年的旧人。谁告诉你的？我。好，行，你们一个个都很会提前埋钩子。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沈凌春跟你什么关系？旧友。只有旧友？也可能是同路人。同路人。那就是。现在去？现在不去，明天你就不用去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有埋伏，那还去不去？你有把握吗？没有。那就说明靠瞒冲不行。你把我们引来这里，不会只是为了让我站门口看风景吧？你想见沈凌春吗？他不必见，今晚已经够乱了，没必要再把他推到所有旧事里。谢少卿对倒是护得紧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把门打开。
姑娘，你总算来了。嬷嬷，怎么了？你很像一个人。今天很多人都这么说。爹的东西留了很久了。写了什么？我爹说，当年北境军粮被劫，不是单纯为了断镇北王的补给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把一批人换进西境。什么人？北境活下来的死士。死士？我爹说，镇北王当年在北境最后一场败仗里，真正失踪的不是军粮，是人。这封信什么时候写的？10年前。糟了！怎么了？裴炎没去破庙，他去了哪儿？他去见沈临川了。你果然还活着，你果然还是裴家的人。你当年若肯把那半块玉佩交出来，何至于落到今天？你们把我押去北境的时候，可没说过今天。那是因为今天才到说的时候。裴寂让你来的，是，他要你死，或者至少把你知道的东西吐出来。他怕我说什么？怕你说10年前北境那批活下来的死士，究竟被谁接进了西境？还有，谢家到底在这局里扮演什么角色？你以为谢家只是谢家？你们都在找断风印，找兵符，找粮道，找旧账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能在西京找得到？因为有人把他们搬回来，已经消失了。对，那个人又没有任何事，才是你们真正该怕的。拿下！来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我觉得我们可能一直都在同一盘棋里，只是有人故意把棋盘拆散了给我们看。谁？谁？你终于肯出来了，你不也一样？谢恒，你们早就约好了。裴二公子，你到现在才明白，已经晚了。10年前，北境粮道失守，镇北王旧部入京，谢家、裴家，还有你们一直以为早死的人，都在里面。裴之想要的，从来不是查案，他要的是把知道真相的人一个个送回土里。谢恒，你想反吗？我只是终于不想替别人卖尸了。